不知道每天用键盘的你有没有发现，小键盘不仅能打数字，还能操控鼠标，甚至还能打出这一系列的字符。那么这是怎么实现呢？我们先说第一个，操控鼠标。我们按键盘上的 Alt 加 Shift 加数字锁定键，就可以启动这个鼠标模式。在这模式里，6键是往右，2键是往下，4键是往左，按8键是往上。点击键就是这5键对应的鼠标左键。如果是要拖动图标的话，按住是肯定拖不动的。按下0之后，再按方向键进行拖动，就可以拖动这个图标。那么直接点5是左键，那么我们怎么切换成右键呢？我们通过上面的符号正斜杠就切换成左键模式，就默认的这个模式。右键呢就是对应的井号键，星号键就切换成左右键同时按下的模式。如果我们要双击的话，直接点2下5是没有用的。我们先用正斜杠切换成左键模式，再按下加号键就可以进行双击。第二个功能就是打特殊字符，这个功能叫 AutoCode。这个功能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 IBM 5150。也许不少人在命运石之门里听过它的主备机型 IBM 5100，也就是剧中用来穿越时空的关键道具。顺带一提，如今常用的 HDD 机械硬盘和 DRAM 运行内存都是这家公司发明的产品。不过现在这些硬件都涨价了。我们说回正题，我们可以通过按住 Alt 键，再配合这些数字，打出这些符号。例如开头演示到这个标点符号161、191，音标符号198、230、0156，或是这个数学运算符号215、247、2248、2260。这个 AutoCode 呢，在相应的界面打出是对应不同的字符集。我们一般常用的软件就是 Unicode， 也就是统一码，是作为标准涵盖最全面的数字化字典。那我们怎么查询这个 AutoCode 呢？首先，第一个，通过 Windows 帮助页，它这页面下就有这些常用的字符，你可以根据需求找到自己对应的代码。第二个是进入到 Word， 我们点击上面这个插入标签页，然后找到右上角这个符号，点击，下面有个其他符号，点击下去，它会打开一个窗口，在这符号窗口点击右下角切换成 Unicode 模式。最后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去问 AI 大模型，直接询问它什么符号怎么通过 AutoCode 打出。还有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 Windows 里的字符映射表打开运行，输入这段命令就可以打开字符集的映射表，勾选左下角的高级查看，我们勾选所需的范围，它这边就会加出来。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分组来获取相应数据，在它加载完之后，找到你所需的符号，点击它，它左下角就是会有个编号，这就是它的这个代码。当然我们不用每次都过来查询，我们只需要记住几个常用的就可以。你会发现我们查到这些代码有些是16进制的，就是里面带字母的这些。那么我们怎么转成10进制？我们可以通过 Windows 自带的计算器，我们点击这左上角打开导航，在这边选择到程序员，它这边就会切换到程序员模式。我们默认这个选择的就是10进制，我们切换到16进制，鼠标点击一下，然后输入相应的代码。我们刚才底下这个就是我们对应的10进制代码。注意，有一些代码显示纯数字，但是是16进制，你得注意分辨。如果打出来不一样，你可以在这边进行转换。Unicode 在大部分软件里最高只能输入到255，超过255自动就会处于。我们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的方式解除这限制。我们在注册表里找到这个路径，选择这个文件夹，新建字符串项，把这个命名为这个，然后数值设置为1。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这个一键指令实现上面的效果，就不用自己手动去改注册表。如果需要删的，自己也可以手动删除。我们设置完这些之后，重启电脑。当我们重启完电脑之后，按下 Alt 和加号键，最后再打出对应的数字，就可以打出突破255上限的字符。虽然这2个功能可以成为各位的被动技能，可以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特别是操控鼠标的这个功能，万一哪天系统出问题了，或者鼠标出问题了，没法操纵鼠标，可以尝试用键盘的方式去操纵鼠标，通过键盘的方式及时补救。これもシュタインズゲートの選択だというのか。
这个导致的感叹号和问号是西班牙相关地区用于提示疑问句和陈述句措辞的标点符号，在非正式场合一般会省略倒置，用法就是这样子，开头用倒置，末尾用正式，这个就是感叹号的用法，这个就是问号的用法，还有这个感叹号跟问号同时使用的用法。